防御小行星的7种方式：一、核爆摧毁，用大当量的核武器将小行星炸成对人类没有威胁的碎块，或将其炸离原有轨道。这种方式的缺憾主要有2方面，一方面是有可能造成核污染，另外一方面是如果小行星比较大，那么在对其进行核爆攻击之后，有可能产生一部分轨迹难以预测的较大碎块，从而需要进行难度更大的2次拦截。2、激光剥蚀，使用高强激光武器将小行星部分融化或彻底解体，即使不能让小行星的体积发生较大改变，也要让小行星表面的物质发生散射而形成足够的反推力，将小行星的轨道偏转到相对地球安全的位置。要达到这样的效果，就得是科幻片中经常出现的星际激光武器了。目前对人类来说还是难以想象的，单单是所需要的巨大耗电量就是我们现在没法解决的。不过未来随着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，这种办法还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。3、动能碰撞，将一定质量的航天器加速到一个极高的速度，使其具备极大的动能，然后与小行星进行碰撞，从而将其撞偏原有轨道。这种方式目前美国已经成功实施了1次，未来面对体积不大也不是很小的小行星时，这种方式可能是最早成熟的一种。4、太阳帆，向目标小行星发射一张重约500斤的碳纤维网，并在小行星表面张开形成一张巨大的太阳帆，之后在太阳风、太阳辐射的作用下产生足够的持续不断的动力，将小行星推离原有危险轨道。5、小行星拆除，将足够数量的自动挖掘机器人发射到小行星上，直接将小行星挖解拆除。这种方式应该只适用于那些情况不危急的小行星，并且可能需要自带小型核动力装置，以供其不间断挖掘。6、宇宙飞船推理，向小行星上发射宇宙飞船、星际拖船、火箭等，并在小行星上喷出物质获得反作用力，将小行星推离原有轨道。这种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只适用于较小的小行星。7、温度变化，将涂层发射到小行星上，通过改变行星表面的颜色来改变其对阳光的吸收效率，最终改变温度，从而影响其原有轨道。例如将原本黑色的小行星涂成白色，这样就会将大部分太阳光反射到宇宙中，从而使该小行星变冷，最终发生轨道偏移。第7种可以说是最经济的一种方式了，但也是脑洞最大的一个。最后问题来了，你认为第7种方式真能防御小行星吗？